台湾将出现全新的森林体验与游憩形态。21世纪初，林务局要在台湾成立平地森林园区，起点就在花莲县光复乡。这也是第一个以低密度、低开发的规划方式，打造低碳休闲生态旅游空间。乐活、漫游与多元文化体验的游憩乐趣，未来都将让到花莲旅游、享受自然野趣更吸引人。它是在都会旁边，交通非常便利。那除了我们的森林以外，将来会加上农业的部分，还有在地的文化，来提供给民众来在这边游憩来享受。活用花莲糖厂1000多公顷的造林成果，连接周边社区和聚落的在地特色与文化，一个多元体验的乐活森林。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即将诞生。2010年，爱台12建设绿色造林计划之设置平地森林园区正式展开行动，目标是发展平地多元游憩活动，增加民众户外休闲空间，打造多元生态支线旅游区的政策目标下，花莲光复、嘉义东石与屏东潮州等地获选成立平地森林园区。从91年到99年，平地造林绿美化已经有17000多公顷，那相当于690个我们大安森林公园。那为了有效利用这些平地造林，特别来规划有3个平地森林园区，其中是花莲的大农大富，只要它是在花东纵谷的北端，造林的部分将近1000公顷，那它的林相已经慢慢的成林，非常漂亮。那怎么样加以友善的来规划？我相信可以带动不同的一个平地的休憩园区。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存在中央山脉与海岸山脉之间，就位在欧亚大陆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上。多年来，在板块运动与大河溪、嘉农溪、河内溪等河流作用下，成为一片广大的冲积扇平原。连续、宽广且自然的生态环境，自古以来即吸引动物、植物和人类族群在这里生存。台巴朗部落就存在园区的周边，已经有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和马太恩部落都是很早以前就在此活动的阿美族群，但他们大多不直接住在园区的土地上，因为大多选择住在周边靠近溪流或有充足水源的地方。距离园区不远处的大富村和大丰村是最临近平地森林园区的2个客家村落。早在20世纪初期，村落的先民因为糖厂工作，大量迁移到光复乡居住。大富村入口的浙工意象与画作，就深刻记忆着这片土地曾经拥有过的样貌。1913年，日本人的制糖产业进驻花莲。1920年左右，花莲制糖所大和工厂在光复乡正式成立，大批的闽南人、客家人涌入光复，人们为糖厂工作而来，也在此定居，村落逐渐形成。这段期间，大和工厂也着手将今天园区所在的这片土地变成大片的甘蔗田，种植制糖所需的原料。忙碌的制糖工业就此开始。即使到光复之后，大和工厂成为花莲糖厂，也一样忙碌热闹。不过，现在在那个当年种满甘蔗的土地上，已看不见任何一根甘蔗，只有大面积的森林和一部分的稻田。
曾经遍布甘蔗的园区景象，在2002年后就已随台湾经济变迁与糖厂政策转变画下了句点。甘蔗田被夷为平地，结束了这片土地长达80年的甘蔗年代。然后，在林务局推行平地造林政策与补助下，台湾糖业公司开始种植起大量的林木，发展森林面貌。今天园区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台湾原生树种，包括清风、苦楝、茄冬、光蜡树等等。原始的自然野地让这里再度成为动植物们的天堂。60多种的鸟类，50种以上的昆虫，10多种的两栖爬虫和5种以上的哺乳动物。至今，这些数量还持续增加中。丰硕的原住民文化、客家文化与蔗糖历史，则与自然生态共同成为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最重要的资源与内涵。这地方开发好，我们也很慎重。我们整个开发规划透过一定程序，征询当地的民众意见，还有环保团体啦、专家学者等等呢。认为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低碳、低密度、低开发的原则。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设计呢，是一种这种方式来设计的，所以会让这地方保持很好的环境，但是跟周边的溪流结合在一起，同时生活方面也是跟它结合在一起，因为生产给他们了，生活也跟它在一起。在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台糖公司的协助下，林务局善用这片自然资源与地方文化。成立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以绿色开发的方式，在既有建物和道路上建设自行车步道、油气导览设施、景观造景等，并在响应国际节能减碳的潮流下，以低碳、低密度、低开发的方式，保留园区全部的森林与绿地原貌。目前整体规划共分成5个区域，包括服务建设最集中、面积最小的核心服务区，以林场教育为主题的森林经营体验区，提供各种生态探索与运动空间的自然探索区，具备身心疗愈与自然欣赏的乐活休闲区，和最后面积最大、以自然保育为主、原样留存的环境保全缓冲区。这地方是在花东纵谷上，两边有海岸山脉跟中央山脉，所以整个景色结起来是跟西部地区没有的。所以这地方开发成一个平地森林园区，未来我想是很值得大家来欣赏、来生态旅游的。想要亲近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非常容易，游客们只要沿着台9线抵达光复乡，经过大新村，就可以看见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的入口。又或者搭乘火车坐到光复火车站或大富火车站，再转乘其他交通工具，比如自行车或步行，都可以很轻松且顺利地进入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沿途行经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花莲糖厂与周边的太巴朗部落、马太安湿地、大兴纪念公园、大富客家擂茶、折弓的厝等等，也都是游客们不容错过的精彩景点哦。这片最重要是主要是森林，森林又可以到园区里面来呢，可以有森林的体验啊，在里面在林道里面走啊，
然后吸收芬多精等等的。另外一个自然探索，比如说我们未来有一个自然教育中心的产生，就是带领民众来这边的时候，有一些营队，我们可以教导他生态森林的知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未来跟铁道可能会结合在一起，然后有蒸汽火车的绕行等等所以我想民众的互动有很多种方面可以得到很好的帮助的。从自然野地成为甘蔗田，又从甘蔗田变成森林，历经千百万年来的转变，此刻这片森林就要在低碳、低密度、低开发的原则下，正式化身为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以自然原始的样貌、丰饶的历史内涵，结合地方特色与交通，串联花东景点，让这里成为重现花东纵谷平地森林，创造乐活漫游之绿色桃花源。